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郑。东京奥运会开幕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虽说艺术不分国界，但是这次的开幕式简直是太阴间了，巨物恐惧症都要犯了。想想咱们08年北京奥运会史无前例的开幕式，真搞不懂日本人眼中的艺术为啥那么奇葩。那么虽说奥运会历史悠久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，但除了我们熟悉的一些奥运项目之外，其实有许多项目已经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，有些甚至你连听都没有听过。那么今天咱们不讲恐怖灵异，讲点真实的奥运会历史，只不过这些消失的项目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难免有些怪异的。第一，拔河。没想到这个几乎只有在体育课中才会玩到的拔河，竟然也曾经是个奥运会项目。事实上，从1900年的巴黎到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，每届奥运会都出现过拔河比赛的身影。它是被划分为田径项目中的。在最初的2届奥运会上，有5-6名运动员组成一个队伍。到19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运动员的人数增加至8名。不过，即使是放到奥运会，比赛方式也和咱们小时候玩的差不多。根据《时代周刊》报道，官方规则规定，一个8人的队伍必须拉对手6英尺的距离才能赢，也就是大约1.83米。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，裁判会规定比赛最后的5分钟，然后宣布谁取得了更大的进展，即为胜利者。不过，这项运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在1904年获得金牌的美国队，表面上代表了密尔沃基运动俱乐部，但事实上，队员都是从芝加哥的拳击手中选拔的。在1908年的奥运会上，当时美国队抗议说，英国队员穿的靴子都配备了非法钉鞋，以增加牵引力。比赛结束的时候，利物浦警察队提出了光脚再比一局，但美国队拒绝并退出了比赛。因此，在那届奥运会上，英国的3个拔河队将金银铜牌都收入囊中。在1912年，许多国家都陆续退出了拔河这个项目，直到1920年的时候，拔河彻底消失，被取消了奥运会资格。第二，活鸽射击。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进行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奇葩的比赛，这就是活鸽射击了。现场将近有300只鸽子被射杀。比利时选手莱昂·德伦登杀死了21只鸽子，赢得了比赛。但是当天天空中飘落着血淋淋的羽毛，现场的观众们无法接受，组织者也怨声载道，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清理现场。这确定是奥运精神吗？这当然不是。于是自从那一次之后，就绝对没有下一次了。第三，摩托艇。很惊讶吧？水上摩托艇项目在1900年的奥运会上首次作为示范项目出现，并于1908年获得了全额奖牌。严格来说，这项赛事是为男子举办的，包括绕一个特定的赛道跑5圈或40海里。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速度也很一般，平均在每小时19英里左右。再加上这也不是一个观赏性运动，因此比赛都在南安普顿附近进行，几乎没有观众能够前去观看比赛。况且英国天气不好，容易刮风，9场比赛中会有6场被取消掉，这还比个啥？更重要的是，国际奥委会认为水上摩托艇运动属于机动比赛，与奥运会主张的人类自身的力量背道而驰。难怪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在奥运会上看到这个项目了。第四，板球。在世界许多地方，板球运动都很受欢迎。放在以前，可是一项英国的贵族运动，它还与足球、英式橄榄球并列为英国的3大运动。在1900年的时候，板球作为奥运会项目在巴黎奥运会上亮相。当时在比利时和荷兰退出后，只有英国和法国2支参赛队伍参加了比赛。英国派出了一支主要由德文郡流浪者俱乐部成员组成的队伍，其中许多人都是法国旅游的兼职球员，而法国队由许多旅居巴黎的英国侨民组成。比赛结果自然是英国队获胜了。很明显，这是非常局限的比赛，比来比去横竖都是英国人。最终，由于缺少参加国家，这项运动也就进了1次奥运会。不过，由于板球是世界上最多人观赏的体育运动之一，后来国际板球理事会举办了板球世界杯赛，这也是仅次于 FIFA 世界杯、奥运会、橄榄球世界杯的全国第4大赛事。第五，锤球。锤球是一项源自于法国的球类运动，在20世纪30、40年代传入中国后，也被称作为门球。话说这项运动并不激烈，比较适合老年人。在比赛当中，时间规定为30分钟，在平原或者草地上用木锤击球，使球按照顺序穿过门洞，最后以击中终点处算进球得分。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，首次出现了锤球比赛，法国包揽了全部奖项，这也很正常。毕竟10名参赛者都是来自法国。不过在这次比赛中，有3名女性也参加了比赛，算起来这是第一批参加奥运会的女性。这次比赛似乎并没有那么受欢迎，因为只有1位英国球迷专门从威尼斯赶来观看比赛。在此后，奥运会便再无锤球的身影了。第六，马球。马球是一项古老的运动，古时候也叫击狙，咱们经常会在古装剧里面看到。目前来说，世界上对于马球的起源并没有准确的说法，但根据我国文献史料记载，我国的马球运动是本土运动，并不是外传的。所以在2008年的6月7日，马球已经列为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，马球却首次出现在了奥运会项目中。由于缺少技术精湛的球员，这场比赛由来自墨西哥、英格兰、西班牙、法国和美国的4支男子混合队参加。不过到了1904年，由于运送马匹的费用高昂，马球这个项目并没有被列入奥运会中。到了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，美国没有派出代表队，比赛中的3支球队全部都是来自英国奥林匹克协会的。在1920年的决赛中，英国以13-11的比分战胜了西班牙。在1924年，阿根廷首次参加奥运会时，却一举拿下了全部的4场比赛，获得了冠军。在1936年的时候，这是马球比赛最后一次进入奥运会中，阿根廷队又以11-0的比分击败了英国队，再次获得了金牌。然而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马球运动的身影了。第7，单手举重。单手举重项目首次出现在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当中，随后在1904年和1906年也都被列为比赛中。这个项目仅限于男子，类似于现在的抓举项目。顾名思义，只能用1只手举起重物，而且双手都要进行托举，由2只手的综合得分确定获胜者。运动员一共有3次试举机会。在比赛过程当中，由于维戈·詹森在第1场比赛中受伤，举起了57公斤，获得了银牌，而朗塞斯顿·艾利奥特则远远超过了赛场上所有的其他运动员，他的成绩为71公斤，从而成为了英国第1位奥运冠军。另外一位叫做亚历山大·罗斯·尼古洛普洛斯的选手也单手举起了57公斤，但是另外一只手只拿下了40公斤，最终获得了第3名。显而易见，单手举重对于人体的伤害很大，非常容易受伤，所以也就逐渐消失在了奥运会舞台。不过在这里，真人还看到了一个八卦，据说这些举重运动员在赛后会收到不少上流女性的求婚信，你们懂的。第8，巴斯克回力球。这项比赛被誉为全世界最快的运动，只有在1900年的巴黎参加过奥运会。比赛是由一个人用球拍或者木棒对着墙击球，另外一种比赛方式是2队以地上的线或者球网作为分界，2队面对面比赛。在巴黎奥运会当中，只有2支球队参加，而且法国人因为规则不一致而选择了退赛，西班牙队不战而胜。不过这枚金牌直到2004年才被国际奥委会认可。如今巴斯克回力球是一些国家的运动项目，主要是集中在西班牙以及法国，尤其是巴克斯地区。第9，游泳障碍赛。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上，第1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了障碍游泳的比赛，场地是在塞纳河中，赛程全长200米，其中有3个障碍，参赛者必须爬过一根杆子，一排船后游到第3个障碍物，在另一排船下面。这个项目没有泳姿规定，一组共有4名参赛者，每个半决赛前2名的参赛者都能最终进入决赛。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弗雷德里克·莱恩获得了金牌，但是不知道为何之后却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。第10，冰岛摔跤。这是冰岛的一种古老的民间摔跤形式，自维京人以来就一直存在，但几乎只存在于冰岛。在那里，这项运动已经流行了上千年了。摔跤是一种需要技巧的运动，在友好的握手之后，对手们紧紧地抓住了对方皮带上的把手。与现代摔跤不同的是，冰岛摔跤看上去像是一场轻盈的舞蹈。在比赛过程当中，男人在空中与地面上相互甩来甩去，要用特别的技巧把对方扔在地上。如果参赛选手用肘部和膝盖之间的身体区域接触了地面，那就是输了。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，将冰岛摔跤列入了奥运会项目之中，6名参赛者全都是冰岛人，在这当时可以说是冰岛体育史上的奇迹了。由于战争，奥运会推迟了8年，到1920年的安特卫普举行的奥运会上，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。当冰岛摔跤手确定参赛之后，有消息称丹麦国王计划同年夏天会访问冰岛，所以冰岛体育界的领导取消了参加奥运会的计划，觉得把摔跤表演给国王看更为重要。此后，这项运动便再无缘奥运会了。自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以来，每场比赛的体育赛事都发生了变化，会有新的运动出现，也意味着会有旧的运动被淘汰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像田径、射箭、游泳、体操和击剑等运动，则是从雅典奥运会来一直常驻的。毕竟奥运会项目要考虑到体育运动的普及度和观赏性，赛场上没有永远的冠军，但也不能指望一些小国有什么大国风范。最重要的是发扬体育精神，彰显大国风采。希望咱们国家的奥运健儿们都能够放平心态，健康平安的回到祖国就好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转发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